PLTR 盘中涨了8%，收盘出财报之后又跌了8%，它的财报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现在跌这么多，到底该不该把它卖掉呢？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这集我们就来聊聊 PLTR 到底还有没有前景？为什么一出财报就暴跌了8%？以及影片的最后呢，我也会跟你分享，如果是我的话，现在我会选择卖还是不卖？假设你很犹豫，现在到底该不该把它卖掉？那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把这一集影片看完。好，先说结论呢。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呢，我会给 PLTR 95分。首先 ，PLTR 这一季的营收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1%，来到了634338。我必须说，营收年成长21%这件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是很多成熟的大公司才有办法办到的。而且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PLTR 原本预测2024年第一季只有612到616 million 哦，这是去年底的猜测，但是实际上这一季的营收高达634 million， 很明显是比预期还要高的。那 PLTR 的营收之所以会成长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客户变多了。好，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客户数量比去年同期成长了42%。2023年呢，第一季只有391个客户，那这一季是成长到了554个客户，其中商业客户的数量呢，更是成长了53%，从280个客户成长到了427个客户。那这个成长当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啦。你能够想象，假设现在你开了一间饮料店，那你的客人数量是比去年成长 1.5 倍，这是什么感觉？就是生意超好的Palantir 现在的状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那也因为这样 ，PLTR 的营业利润也创新高了。PLTR 的 operating income 呢，来到了80.9 million， 营业利润率高达13%哦，这边有写13%。2023年 Q1 的时候，营业利润率才不到1%， 4.1 million 而已。现在却成长到了13%，这是 Palantir 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成绩哦。那因为营收、营业利润都非常的好，所以呢净利也创新高了。从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 ，PLTR 已经实现连续6个季度的净利都是正数了，而且呢这一季还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来到了105.5 million。另外啊，我知道很多投资人其实还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股权奖励的部分哦。那从这个表格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如果 PLTR 没有这一些股权奖励的话呢，它的营业利润会更高，会来到226,458，它的营业利润率会高达36%，而不是现在的13%。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1-2年前就开始讲说，PLTR 为什么要发这么多股权奖励啊？少发一点，财报不是会比较好看吗？甚至有一些投资人是很反对这个股权奖励的。不过老实说啦，我跟大家的想法有一点不同，我反而很赞赏这个股权奖励。你想想看哦，当一间公司愿意多发一些薪水，多发一些股票奖励给员工，那这时候员工不就会比较认真，比较愿意去帮公司付出，比较愿意跟公司一起努力吗？对于员工来说，这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效果。尤其是对于 PLTR 这种刚起步不久，想要努力的扩展事业版图，想要努力的成长的这种公司，不是应该好好的去激励员工，这样子大家才会一起进步吗？所以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个股权奖励机制的。虽然没有股权奖励可能会让财报好看一点，但是以长远的角度来看，发更多的股票去激励员工，绝对是更好的长远策略。通常我在观察一间公司的时候，我会 focus 2个重点，一个就是这一间公司过去有没有在进步，有没有在成长，另一个就是公司它的现在的策略能不能为公司带来长远的好处，能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透过财报来看出来的。不过真的要去判断一间公司有没有前景，有没有在进步，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细节，我很难在这个10分钟的影片就跟你讲清楚，所以我特别额外录了一支41分钟的影片，这个影片会跟你讲解更多的细节，帮助你去看出一家公司到底有没有在进步，有没有前景。那这个影片已经有将近2000人领取了，如果你也不想要错过找到值得投资的好公司的机会，那就立即到下面的资讯栏点击连结索取这一份免费的影片吧。好，回过头来讲呢，从财报我们已经知道 PLTR 在过去确实是一直有在进步的。那从这个股权奖励计划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到 PLTR 的长远策略是会帮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影片的一开始会说我给 PLTR 95分的原因。至于剩下的5分呢，我就留给它当做未来的成长空间。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财测的部分哦。在每一季的财报 PLTR 基本上都会给出它针对下一季或者是本年度的预测。那在这一次的财务预测指引里面呢 ，PLTR 下一季的营收呢预计会来到6.49到6.53亿美元，跟这一季的6.34亿是很明显是会继续成长的嘛。那接下来呢，他们也预期说2024一整年 PLTR 的营收会来到26.77亿到26.89亿美元。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哦，这是2023年底的时候 PLTR 呢针对2024年的财务预测。那当时 PLTR 原本的预期是说2024这一整年营收只会有26.52到26.68亿美元。PLTR 认为今年的营收会更高，他把它预测从26.52到26.82调整到刚刚的26.77到26.89。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PLTR 就是一直在进步啊，它的营收只会越来越好。这时候你可能会说啊，财务预测又不一定准，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相信公司所说的话啊。对，没有错，财务预测不一定准，但是呢，从财务预测的趋势，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PLTR 未来持续成长的几率高不高，它未来的前景到底是算好的还是不好的。而且我想啊，公司自己对于它内部的状况绝对是会比市场上外面的分析师还要更了解的，没有人会比他更了解自己的状况。所以与其去相信市场上分析师做的那些预期，不如去看看公司自己做的财测。况且我也认为公司没有必要说谎啦，他根本没有必要为了影响现在的股价就去虚报、去画大饼，或者是承诺一个他根本到达不了的营收。因为到时候真正的股价出来，如果没有达到当初他预测的那个目标的话，那就只会自己打自己的脸，只会让股价下跌而已啊，它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呢，只要一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1、2次，那大家就会对这间公司的信用大打折扣，他以后做出来的财务预测大家也不会那么相信。所以说他真的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也认为像这种好公司，他们反而会给出比较保守的财务预测。那如果连这种比较保守的财务预测都显示出 PLTR 未来成长的几率很高的话，那就更可以去判断说 PLTR 的前景是很不错的，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看完财报之后呢，我会习惯去看一下公司对于他自己未来的财务预测的原因。OK， 讲到这里，我想先感谢一下今天这一集影片的干爹 Rockflow。Rockflow 是我近期蛮喜欢的一款美股交易 APP。除了交易界面很简单、很容易操作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叫做财报交易。刚好最近是财报周嘛，所以呢，这个财报交易功能真的是蛮派得上用场的。在财报交易里面呢，它会告诉你最近几天有哪一些公司准备要出财报，像今天就是 Disney、数据狗、英国石油就要发财报了嘛。那点进来往下滑，你就可以看到市场对于 Disney 的营收预期是多少，以及呢市场上看跌的人比较多还是看涨的人比较多。那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先了解市场上的情绪是哪一边比较浓厚，是看涨比较浓厚还是看跌比较浓厚，你就会先有一个预期心理。那虽然说真实的状况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样一来呢，至少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市场上现在在面对这一只股票的情绪是什么样子。那除此之外呢， Rockflow 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很棒的功能，叫做好买理财。这个好买理财的底层逻辑就是卖出卖权。如果你想要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进一只股票，那你就可以使用它的好买功能。举个例子哦，假设现在 NVIDIA 的股价是915块，但是你希望用800块买入的话呢，你就可以买入 NVIDIA 的好买产品，选择到期日5月17号，输入你想要买的价格800块。如果到期日前有低于你设定的800块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以800块去买入100股的 NVIDIA。假设到期日股价都没有跌过800块，那就不会成交。不过呢，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现金奖励。这个现金奖励实际上是卖出期权所获得的权利金，也就是由权利买方支付的啦。不过当然，好买也是有风险的，它最大的风险就是下跌。以刚刚的例子来说啊，假设你用800块去买入 NVIDIA 100股，但是最后呢跌到了750块，那你就会亏损。但是仔细想一想，用800块去买入 NVIDIA 还是比用915块买入更划算，对吧？那如果你也想要试试看这个功能的话，欢迎你使用我的邀请码去注册开户使用这个功能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虽然这个功能真的还蛮好用的，但是你还是要评估好自己能够接受的风险再去使用它。
好，回到主题，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PLTR 这一次法说会的重点。那我认为这次的法说会呢，有3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点呢，仍然是 AIP 产品的需求非常的高。自从2023年中 AIP 产品呢推出之后，他们举办了一个 AIP Camping 嘛 ，AIP 训练营，所以呢之后呢就有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开始去使用这个 AIP 产品了，包括从美国最大的独立装瓶公司到能源、基础设施公司以及跨国航空公司等等，他们都有在用这个 AIP 产品。很多企业都说啊，他们在使用 AIP 这个产品之后，1-2天内完成的工作，都比以前在使用 AIP 产品之前完成1-2季的工作还要多。可见这个 AIP 产品有多厉害。这个 AIP 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大、更有潜力。那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 AIP 这个产品能够为 PLTR 带来多少的收益啦。那第二个重点是 PLTR 得到了一个价值1.7亿美元的美国军方的合约，那这个对于 PLTR 的营收当然会是很棒的影响啦。第3点是，虽然2024下半年 PLTR 的费用会持续的增加，但是他们高层也表示啦，他们费用的增加会尽量的控制在比营收增加的幅度还要小，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保持一个正的净利的状况。那最后你可能会问我 ，PLTR 明明财报就这么好，法说会也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出财报之后会跌8%呢？这次 PLTR 之所以会在出财报之后大跌8%，完全是因为 PLTR 的财务预测低于市场的预期。刚刚有讲到 PLTR 预计第2季的营收是6.49亿到6.53亿美元嘛，但是市场的预期是6.53亿美元，所以它的预期略低于市场的预期一点点。另外呢 PLTR 也预计2024全年营收是26.77亿到26.89亿美元之间嘛，但是呢原本市场预期的全年度的营收预测是27.1亿美元。说白了呢，其实就是 PLTR 针对下一季还有全年度的财务预测呢，比市场上预测的预测还要更低一点点而已。就因为这样，所以盘后大跌了8%。我是觉得这个反应有点太情绪化了啦。PLTR 财报这么好，每一个数据都有在进步，营收、营业利润、净利都是创新高的，客户数量也是一直有在成长的，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PLTR 的本质有变差。而且呢，市场预测本来就不会比公司自己做的预测还要更准，所以我个人是没有把这种消息当成一回事啦。我不会因为公司的预测比市场的预测还要来得更低，我就对 PLTR 失去信心，更不会因为这样我就冲动的去把 PLTR 卖掉，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由嘛。毕竟预测就只是一个预测，它根本也还没有发生，况且市场预测本来就不是很准，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下跌呢，我是笑笑带过啦。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你会把 PLTR 的股票卖掉吗？不想卖的在下面留言不卖，想卖的在下面留言卖。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要按赞，然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对 PLTR 有兴趣的朋友。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